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就中印尼关系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全面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同佐科总统进行了会见。中国是佐科此次东亚之行的首站，他也是北京冬奥会后中方接待的首位外国元首，充分体现了双方对发展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习近平在与佐科的会谈中指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蓬勃发展，彰显强劲韧性和活力，双方战略互信日益巩固，政治、经济、人文、海上合作四轮驱动合作格局不断深化，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世界团结合作方面展现担当，积极有为，树立了发展中大国联合自强、互利共赢的典范。事实证明，发展好中印尼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共同长远利益，也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产生积极深远影响。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印尼发展阶段相似，共同利益相连，理念道路相通，前途命运攸关。中方愿同印尼以共建命运共同体为统领，巩固战略互信，坚定支持彼此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支持彼此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对方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力争如期高质量建成雅万高铁，实施好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和两国双元等重大合作项目。中方将继续全力支持印尼建设区域疫苗生产中心，密切公共卫生合作，愿继续扩大进口印尼大宗商品和优质农副产品。中方愿积极参与建设印尼新首都和北加里曼丹工业园，扩大发展融资合作，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印尼要同舟共济，展现发展中大国责任担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为推进全球治理提供东方智慧，贡献亚洲力量。中方全力支持印尼主持召开20国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愿同印尼加强协调配合，确保峰会取得圆满成功。佐科预祝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取得圆满成功，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未来将取得更大成就。佐科还指出，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形势下，印尼和中国的良好合作体现了双方关系的战略性，对地区和世界都是正能量。根据中国外交部的介绍，佐科此次访华创造了2个第一。佐科是北京冬奥会后首位访华的外国元首，中国也是佐科总统疫后首次东亚之行的首站，这充分体现了中印尼两国对双方关系的高度重视。彭博社等外媒报道佐科访华时称，佐科此访可能是将有更多外国领导人到访中国的一个迹象。近年来，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两国高层交往频繁。习近平主席同佐科总统多次会晤，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6次通话，两国元首频密沟通互动，引领中印尼关系不断前行。而此次中印尼元首会面是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举旗定向。从过去中印尼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高层交往是起到了重大的战略引领的作用。中印尼关系的发展，在佐科总统这次访华，应该说能得到进一步的提质升级双方的关系应该说可以进一步的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而对两国关系而言，不仅仅是在于政治上的互信持续加深双方对于一系列国际以及地区包括双边问题的理解和共识将进一步得到凝聚。双方会后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两国元首会晤联合新闻声明，续签了“一带一路”与全球海洋支点构想合作谅解备忘录，以及疫苗、绿色发展、网络安全、海洋等领域合作文件。声明提到，双方将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全球海洋支点合作，如期建成雅万高铁这一首要旗舰项目，打造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和两国双元等新旗舰项目。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出8年多来，中印尼打造了国与国之间务实合作的标杆，两国发展战略深度对接，雅万高铁等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不断取得重大进展。
截至目前，雅万高铁全线土建工程完成量超过91%，13座隧道已全部贯通。雅万高铁是东南亚地区第一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建成后，雅加达到万隆之间的旅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佐科在与习近平的会面中就特别提到，雅万高铁是印尼快速发展的象征，印尼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确保雅万高铁按时竣工运行，使其成为两国友谊的又一丰碑。经贸合作被认为是佐科访华的一大优先事项。中印尼经贸合作近年来提质升级，2021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9年成为印尼最大贸易伙伴，连续6年成为印尼最大的产品出口目的地国。中国还是印尼主要投资来源国。从地区经济上看，印尼是东盟最大经济体，占东盟整个 GDP 的40%，人口2.3亿多，约占东盟40%。随着东盟地区一体化的推进，印尼在东盟中的地位越来越彰显。除了经济议题，中印尼会后发布的两国元首会晤联合新闻声明称，中方支持印尼当好20国集团东道主，期待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圆满成功。佐科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赴印尼出席20国集团巴厘岛峰会，习近平主席表示感谢并预祝峰会圆满成功。今年11月 G20 领导人峰会将在印尼巴厘岛举行，这本将是主办国印尼今年在外交领域的高光时刻。然而，俄乌冲突却给这场峰会蒙上了阴影。此前，印尼一直面临西方国家对于抵制峰会的威胁，这些国家要求印尼邀请乌克兰参会，并剔除俄罗斯。为此，佐科已于6月底先后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在俄罗斯访问期间，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了俄乌局势以及重启俄乌两国食品和农产品出口等问题。外界也非常期待中国在此次 G20 峰会中为不确定的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确实也是在 G20 中一直是发挥比较积极建设性的作用。那么地区国家也好，还是世界各国也好，都希望中方能够持续的在一系列问题上能够发挥一个引领的作用，能够提出更多的方案。那么从过去2年来看，习近平主席已经提出了众多的重大倡议，这实际上也为引领塑造G20 的这个议题，为塑造全球治理也带来了很多新的方案和智慧。就在佐科出发的前一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莱上周日在印尼再度炒作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声称中国更咄咄逼人、更危险。尽管美国在亚太地区不断拱火，部分人士也在刻意挑拨关系，但以印尼为首的东南亚国家此前已表示不会选边站队。在今年6月与新加坡举行的第19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印尼国防部长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就表示，印尼尊重所有大国，因此不会参与任何军事同盟。他的发言还着重强调了亚洲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荼毒的历史，表示中国是反帝运动的先锋，一直是印尼的好朋友。普拉博沃还呼吁世界尊重中国复兴。观察指出，佐科此次访华已经让美方所提出的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我们现在看到，包括印尼在内的多数国家，他们实际上他们在与中国的合作的时候是非常清晰的、非常理性的，也是非常务实的。他们也是清晰地看到了与中国发展、与中国合作所存在的重大机遇，以及对他们本国而言所带来的重大的这样一个利好。所以我们看到佐科总统这次访华，实际上也是多数国家希望与中方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的这样一种突出体现。